婚后第15年，我病入膏肓，丈夫却不愿意出一分钱。临死前，他带着小三来到我的病床前耀武扬威。他说，我只不过是他向上爬的一块垫脚石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他跟我告白的那一天。这次我果断拒绝，并让他在人生最高处狠狠跌落下来。再次醒来，我看着眼前点燃的上百支小蜡烛做成的心形图案，图案中央摆着超大的一束99朵玫瑰。宋文单腿下跪，洛离，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吧。夜晚的操场上挤满了人，还有闪光灯一直在闪，周围的人开始起哄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我迟迟没有动作，宋文拽着我的衣摆，洛离，我腿都跪麻了，快点同意啊，你是高兴傻吗？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前世，宋文的告白也是这么大的阵仗。那段时间，我和宋文成为了全校都羡慕的情侣。宋文长得帅，成绩好，对我也是百般照顾，万般体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对他深信不疑。我把爸爸辛苦尽力的公司交到他手上，可结果却是我连治病的钱他都不给，病死前他还用话来戳我肺管子。我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，抬手就是重重的一巴掌。宋文被突如其来的巴掌打懵了，周围的气氛组也安静了下来。洛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不满意的私下跟我说，有必要让我当众出丑吗？看着他极力克制，却难以面上的证明，真是怪我装的。我们结婚后不管大小事，他都是以我为先，所以我也从未让他难堪过，事实为他着想，在外面也是极力维护他男人的尊严。当着这么多人面的一巴掌，就让他斯文的面具开始出现裂痕，我不禁冷笑。宋文，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为什么连我喜欢白玫瑰，讨厌红玫瑰这件事都不知道？你是诚信要跟我在一起了吗？我用手使劲掐自己的大腿，眼眶通红，满是委屈，圆的喊着在一起的气氛组，现在纷纷指责宋文，这人是来告白的，还是给人难堪的，故意的吧？怎么连自己喜欢的女生讨厌红玫瑰都不知道？诚意呢？虽然用红玫瑰也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他这也太不细心了吧，白那巴掌不亏。这时宋文的兄弟都出来帮他劝我，嫂子别生气，是我的不对，文哥让我买白玫瑰，我记性差迷，记住都是我的错，给我一个面子，你就别生气了。钱浩是宋文的发小，他们从小到大上学一直都在同一个班，宋文的很多事他都知道，包括他们共同的高中同学刘雪。他们知道你记性差，还让你去买花，那就是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，不要再为他找借口了。孙文的表情管理已经处在失控的边缘了，洛离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给我的面子，事后我会买999朵白玫瑰向你道歉，成吗？以前是我被爱冲昏的头脑，竟然没意识到宋文是一个这么要面子的人，我就是不愿意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宋文的其他室友开始指责我，我就说女人不能惯着，真是给脸不要。我们的宋文是金融系的系草，追他的女神绕操场3圈还在拐弯的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到时候就算你跪在地上求宋文不要离开，他也不会再搭理你的。是了，宋文一开始并不喜欢我的，是我追的他，我们同一个年级，又在同一个社团，他经常帮助我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从大1追到了大4，眼瞧都快毕业了，他终于答应跟我在一起了。他说男孩子就应该主动，所以原本是我向他告白的场景，变成了他担心跪得向我告白。看着他是有对我侵略的态度，这里面应该有宋文的不少功劳吧。既然宋文这么抢手，我就不跟别人争了，他值得更好的。我转身要走，被宋文拉住了胳膊，洛离，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你怎么突然变卦了？一定要因为这点小事闹成这个样子吗？人家都说女人善变，我就是善变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吗？我都跟你告白了，你为什么不接受？这难道不就是你一直以来想要的吗？一坨臭狗屎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以前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，突然发现你配不上我，我值得更好的。我喜欢了他10几年，婚后更是爱他深入骨髓里，没想到他却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，制造车祸害死我的父母，骗帮我的家产，还带小三登堂入室，临死前还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要连本带利地还给他，且等着吧。我转身走了，还能听到他的室友在他身后嚣张的扰扰着，摆什么臭架子，明天就得哭着求宋文要他，就是看在宋文的面子上，叫他一声嫂子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一盘菜了。哼，咱们就等明天看好戏吧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在别人眼里是爱的有多卑微，偏偏猪油蒙了心，就是不知道回头，真是够贱的。回到宿舍，室友一个接一个的也回来了，前面看到我在床上坐着，哟，大小姐怎么不和你那亲爱的男朋友腻歪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会是人家嫌你烦，被赶回来了吧？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你竟然没答应他的告白，真是见得鬼了。你也觉得我很喜欢他，前面发了一个白眼给我，我又不瞎，堂堂落石千金，连衣服都不知道怎么洗，却为了一个男人学做饭，瞎子都能看出来你喜欢他，我就好奇了，你怎么突然拒绝他了呢？被夺舍了，他配不上我，那种人渣不值得我付出。前面的巴掌拍得真天响，老天太眼啊，你的眼下终于治好了，这周末咱们寝室必须出去庆祝一下。前面这人就是这样，热心肠，但是嘴毒，我们寝室相处很和睦，大家都会为彼此着想，直到我掏心掏肺的对宋文好，但是一直没换回来他的一句关心，就因为我喜欢宋文，还死皮赖脸贴着他，前面刚开始还跟我分析利弊，让我不要恋爱脑，但是我没听进去，那时候我觉得宋文是真爱，即使全世界阻止我，也要和他在一起，我相信只要我对他足够好，他总有一天会接受我的，那时前面看我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只能放弃，尊重，祝福。卜林和尤贤回到寝室，
听钱斌把我的事说了之后，他们都哇的喊得出来。卜林激动的抹眼泪，仓前开眼，我们的阿里终于长大了，姐姐我真的很欣慰。尤贤也十分赞同。之前我在庙里求签，但是说我是有被下了蛊，他还免费帮我解蛊来着，没想到真的灵验了。他们一个个都在为我欢呼，发自内心的为我高兴，我也很开心。上一世怎么就错过了这些真心待我的朋友呢？恋爱脑要不得呀。周六，我们寝室4人去了小吃街吃烧烤，前面举杯，来，让我们一起庆祝阿里长回脑子，远离渣男，干杯，干杯！他们几个端着酒杯，一点一点数着我这几年犯过的傻。每次看你像智障一样对宋文吊着，我都恨不得给你2巴掌清醒清醒。还好，即使止损，就当给自己一个教训了。前面一边拿酒杯一边比划，下次你要是再这么犯傻，我们可就真的不管你了。我非常感谢是有着4年来对我的不离不弃。柏林是一个情感很充沛的人，同样泪点也很低。阿丽说得好，我们以后都会越来越好的，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有贤则比较淡定，我一直都没想明白你到底喜欢宋文什么，那张脸嘛，咱们学校长得帅的那么多，追你的也不少，为什么就非要看上宋文这只喜欢皮擦的八爪鱼呢？前面也接着说，我也搞不懂，他屁股后面经常跟着一个刘血，你是看不见吗？刘血，对呀，社会工作学院的刘血，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宋文的女朋友呢，走到哪里都跟着。上一世在学校里，宋文身边就经常跟着刘血，当时我还吃醋问他和刘血什么关系。宋文解释说，刘血和他是高中同学，大学离家远，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心而已，让我不要多想。毕业后，宋文进了我家的公司，我也就没怎么见过刘血了。我死前再次见到刘血，一直都没反应过来他是谁。前面接着说，那刘血也是个脸皮厚的，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贴着宋文。说实话，如果哪天你跟宋文你去开房，他要说你俩中间我都不奇怪。有钱点点头，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虽然他们只是几句玩笑话，但事实就是这么残忍。我和宋文结婚第3年，收养的那孩子正好13岁。我和宋文结婚的时候，刘雪就怀孕了，可我一直傻傻的，到最后都没发现，连瞎子都开始睁眼了。我这恋爱脑还沉浸在自己的美梦里，我有上一世的结局，也都是我自找的。柏林看到我走神，就打断这个话题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重要的是往前看，不要在同一个坑里摔2次。阿里，你值得更好的。我知道柏林是怕我还没完全放下，所以才这样说。我也和他们一起踢抖自己以前的傻逼行为，饭吃到一半，前面眯着眼睛跟胳膊触了我一下，我是眼花了吗？那是宋文和刘雪吗？还真是，那俩人在一起了。但愿是，毕竟这种人就是天生一对，绝配。宋文经过我们的小桌时，看到我，他赶紧把牵着刘雪的手放开，走到我面前，洛离，我给你发消息，你为什么不回，还拉黑我？都这些天啊，你该消气吧。我一挑眉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前面就哼了一声，你当我家阿离是饭店吗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什么叫消气了？你都不配阿离消耗一个脑细胞，滚远点，别再隔着倒胃口。我点点头，你不在我面前蹦跶，我都快忘记还有你这好人了，滚远点，看你那张脸，就想给你2拳。宋文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洛离，之前都是你硬贴着我，我才看你演的，别以为没了你，我身边就其他人了。宋文一把拦住刘血的腰，刘血很配合的你在宋文的怀里，宋文以前就不喜欢你，只不过是你自己倒贴，他不想让你难堪才搭理你的，现在宋文是我的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把宋文从我身边抢走的。刘贤眼皮都抬一下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，尊重，祝福，锁死，慢走不送。卜灵也在旁边补了一句，二位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祝二位相伴一生，不要再出来祸害他人。我道，二位还是快走吧，我刚吃完的烧烤，可不想现在就吐出来，怪浪费的。宋文脑袋上的青筋都鼓了出来，碍于人多也不好发作，刘血则是叫力神，你就嫉妒我吧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我忍不住感叹一句，挖草，我以前不会就是刘血这样的吧，太痛吓人了。前面道，你现在明白我们当时对你是有多怒气不争了吧？这跟这张有什么区别？卜灵和尤贤也默默点头，而我则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吓人，太吓人了。临近毕业，大家都开始忙了起来，我也开始在家里的公司实习，不经常回学校。今天正好是周末，前面他们3个正好也都有时间，我们就约了晚饭。刚经过操场，就看到宋文和刘雪在争吵，我本想直接绕过去，就当作没看见，结果刘雪看见我，就瞅我逃过来了，她拿手里的包朝我扔过来，是不是你勾引的宋文？这几天他都不怎么理我了，你个贱人，狐狸精！我连往后退了几步，才没有被他的包砸到。你之前还装清高，不理宋文，现在又眼巴巴想把他从我身边抢走，告诉你，做梦，我是不会把他让给你的。刘血大声嚷嚷，吸引了整个操场上人的注意。宋文，管好你的狗，瞎叫唤什么？刘血像泼妇一样撒泼。宋文觉得丢脸，啪的一巴掌打在刘血脸上，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？我都说了我没有出轨，信不信随你，但是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，我们就分手。公司刚起步，我每天都忙着脚不沾地，你能不能别给我添麻烦？刘雪捂着脸呜呜的哭着，我发疯，还不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，你这几天都不回我消息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那么喜欢你，你竟然打我，是不是因为洛离这个狐狸精？你是不是还想着他？虽然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说，但是人言可畏，还是不能大意。你自己喜欢垃圾，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垃圾，你们俩的事莫碍老子。说完，也不管刘血和宋文在后面吵什么，我径直走了，有病啊！
自己发疯，还要拉上别人一起。我和宋文再次见面，是在贺家举办的酒会上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爸爸想让我学习管理公司，特地带我来学习生意场上的交往。贺家是 A 市的首富，家族产业涉及多个领域，只要是 A 市有头有脸的商人，都和他家有生意上的来往。宋文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，我暗中找人给宋文指的秦家这个大树，才让他能人模狗样地出现在这里。1周前，宋文找到我，说是想要和我合作。要不是为了我后面的复仇计划，我是一眼都不想看见他。一开始他还动了一把细车，想要我像以前那样喜欢他，直到我不耐烦想要离开，他才说明他真正的目的。宋文想要我以公司或者个人名义入股他的公司。A 市是个商业发达的城市，很多家族企业都能日进斗金，但是这对新公司未必是件好事。正因为商业发达，很多龙头产业已经被一些有名大家族占据，他们世代在这里生活，经商不是一般的企业能抗衡的。新来的企业就算能在 A 市站本脚跟，最多也只能得到一碗肉汤。宋文是个很有野心的人，奈何原生家庭不能给予他帮助，所以他又打起了我的主意。我很果断地拒绝了他，不管宋文对我说什么，我都无动于衷。他只好愤恨离开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禁在心里冷笑。我的复仇计划开始了。宋文身边站着刘血，他今天穿着红色亮片的短裙，一头大波浪，神情很傲慢。我经过后花园时，对他拦住了去路。洛离，没想到我今天也能来吧？我家宋文出席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再过不久，这人事阔太太里面就有我一个。我今天穿的这身短裙，可是是有名设计师出的新款，全国仅此一件。虽然你今天穿的这个裙子灰不拉几像个破落户，念你死皮赖脸，喜欢我们家宋文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要饭的时候，我会赏你一碗白米饭的。到时候你可不要太感动啊！我冷笑一声，我这身灰不拉紧的裙子是全球设计大赛的冠军作品，而你身上像985女一样的短裙是去年设计师准备销毁的失败品，只不过被别的设计师买回去私下进行了改动，就成了现在你身上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子。不过这个裙子衬你，特别符合你的气质，你敢说我不伦不类，你找死！这可是你说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啊。有些说不过我，又不想吃亏，拿起包又想像之前那样打我。我被一个坚持有力的手臂抱住，往后挪了几步，耳边响起一个温和磁性的声音，小心。我站稳后才回头，贺连卓，贺家的2少爷，这场酒会就是他家老爷子办的。我现在他倒生气，流血没有打到我，更是弄上心头。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，这女人是疯了吗？来别人家做客，还骂主人家是个什么东西？贺连卓并没有生气，依旧面带笑意。今天这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要是因为一点小事闹大了，怕是谁也不好看。听到贺连卓这么说，流血的脑子才冷静下来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今天就先放过你，下次可就不是这么简单能解决的了。流血走后，贺连卓好奇道，他是谁家的？没见过呀。说了你也不知道，一个小人物罢了。哦，一个小人物就敢在我们骆大小姐面前耀武扬威，说说看，我好好奇哦。贺连卓还和小时候一样喜欢逗人，她的男朋友或者说老公叫宋门，前几天刚攀上秦家。这个宋门看样子是个不要命的。我震惊地看着贺连卓，我还以为秦家干的勾当是秘密呢，没想到你也知道。瞧你说的，贺家家业大，万事都要留心，不然很有可能就着了道。这秦家前几年还不温不火的，一下子崛起，很多双眼睛都盯着呢。贺连卓看着我，你怎么和这女的扯上关系的？看样子不是个聪明人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别提了，我被人诅咒了，都是冤孽呀。贺连着哈哈大笑，有这么玄乎吗？竟然不想提就不提，走，跟哥哥小着一杯。大厅里，宋文跟在秦风身后，一个个的敬酒，一圈下来也开始有些头晕了。宋文走过来，见我一个人，在酒精的催化下，高傲自大的本性开始显露。洛离，看到我也能进上层圈子，你后悔了吗？我点点头，后悔，回的长子都轻了，知道就好。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求我原谅，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。我后悔当初是哪根筋搭错了，能看上你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你连那本小姐提鞋都不配，还给我个机会考虑一下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用个什么按摩阿狗，别以为站在这里就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好，很好，洛离，你给我记住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着求我看你一眼的。就你那捉住驴子当马骑的800度近视眼，能看得见谁啊？翻白眼还差不多。宋文对我气得说出话来，只能用食指颤抖着指着我，好，你好得很，咱们走着瞧，总有一天，老子要把你变成我的玩物，你等不到那一天了。宋文前脚刚走，贺连着就捧着小蛋糕回来了，功力见长啊，又气走一个，还想赶紧回来帮你呢，看样子完全不需要我，你这战斗力一挑十，谁说我不需要你了？就你顶着贺家2少名头往给你斩，这些阿猫阿狗谁还敢来找我晦气？你这话说我爱听，以后本少爷的名号就借给你用了，遇到麻烦记得高喊贺家2少，那些人肯定对你毕恭毕敬的。去你的，一天天没个正形。我收起玩笑的态度，认真道，有件事还真的需要你帮我。尽管说我家和秦家没有业务往来，我没有途径拿到他们的内部消息，你想整秦家，你和他们有仇，我和秦家没仇，但是秦家收留了我的仇人，恨无及乌。贺连着往宋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他欺负你了？我点点头，他欺负死我了，从来没受过那么大的委屈，敢欺负你，他还真是嫌自己命大，这事交给我，你放心就好，谢谢你帮我，你这些的太没诚意了。我疑惑道，你想要什么诚意？这样吧，再过几天就是我生日了，你陪我过生日怎么样？你家老爷子那天应该也会给你办生日宴吧？到时候我家肯定也会有请帖的，我和爸爸一起过来就是了。
贺连卓撇撇嘴，那都是办给外人看的，不算数。我想了一下，这样吧，生日宴结束，我们再单独过一次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要会结束你可不准跑，贺少爷约我，肯定不跑。几天后，贺连卓约我吃饭，他把手机里存了一些关于宋文公司的经历文件给我看，偷税漏税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、贷款诈骗，还有洗钱罪，他胆子不小啊，一个刚起步的公司就敢迈这么大步，也不怕扯着蛋。我笑着对贺连卓说，你看到的是风险，而他看到的却是金钱和地位，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他那不是梦想，是白日梦吧。有了贺连卓的帮助，我掌握宋文的犯罪证据越来越多，但是现在我还不打算送他进监狱，我要在他以为自己还差一步就能登顶的时候把他拽下来，让他在最快乐的时候体会炼一般的折磨，我要让不甘心埋葬他的后半生，这都是他欠我的。贺连卓生日宴上，宋文就差用鼻孔看我了，眼睛长在脑袋顶上，一副谁也高攀不起的模样。我听贺连卓说，宋文的公司最近发展的速度很快，已经快到不正常了。是商场上的蛋糕就这么大，挤进来一个宋文，其他家分到的蛋糕就会少一点，已经有人沉不住气了，暗中给宋文使绊子。上一世，宋文经营的是我爸爸几十年打下来的江山，公司只要不出大差错就能稳步前进。而这一世，宋文的高傲让他没有认清，在这没有宵夜的商战里，危险随时都潜伏在周围，他走捷径带来的成功太过容易，让他缺少足够的危机意识。刘雪见了我也是伟大翘上天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这俩人简直太登对了。贺连卓只在生日宴的开头说了开场白，在台上当例会吉祥物，下了台拉着我的手就逃了。他开着车带我往市里跑，我问他去哪，他也不说，神神秘秘的。我们在一个小区下了车，我看了一眼周围，这也不像有什么玩乐场所的地方啊。他拉着我的手坐电梯上楼，然后按下指纹解锁。我站在玄关处，看着房间里茶几、沙发、电视剧等音家具，我愣住了。你不是说要过生日吗？带我来你家干什么？贺连着换的拖鞋，又把另一双小一点拖鞋放在我脚边，然后挽起袖子进了厨房。这是要在家里过生日，我跟在他后面，看他又是洗菜又是切菜，还从冰箱拿出几个鸡蛋，还有一把面条。今天我生日，看我给你露一手，哪有寿星亲自下厨的？我想进去帮忙，结果对他推了出来，你在客厅等着吧，今天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另一个身份，贺大厨。那我今天有口福了，竟然能吃上贺大厨做的面。贺连卓得意洋洋，那必须有口福，你将是第一个吃上我做的饭的人。我瞧他的自信的模样，也就放心的让他一个人在厨房折腾，没有管。等了半个小时，贺连卓端着2碗面放在餐桌上，煮腻了的面条，汤上还漂浮这些细碎的黑色不明物。他一脸得意，虽然卖相差了点，但是味道绝对好吃。我在他的注视下拿起筷子，挑了几根泡发的面条放在嘴里，乱七八糟的材料味，加上一些焦糊的苦味，他急切道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我整理好表情，笑着点点头，又吃了一大口，好吃，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。贺连着一脸我就知道了表情，也坐下来，胡润了一大口，呸呸呸，这边做的，狗闻都摇头，别吃了，会死人的。哈哈，还以为你多会呢，就这，贺大厨，我撸起袖子进了厨房，不到半个小时，4菜1汤加上米饭整整齐齐的上桌，一顿饭让贺连着对我刮目相看，你简直就是田螺姑娘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谁以后娶问你就有福了，那当然，福光之人是享受不到的。不久，刘雪就又跑到我面前，耀武扬威，我和宋文昨天已经领证了，而且我也怀了他的孩子，你们一机会了，宋文只能是我的，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这件事，那你大可不必，你俩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关我屁事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刘雪疯狂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看宋文现在公司越来越好，就想勾引他，你别做梦了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宋文就不可能和你就情复燃，谁也不能从我身边抢走他，没有人可以。好家伙，我说肩膀头子，他跟我聊胯骨肘子，这绿春不对马嘴的，真的没法沟通，我只能认命的配合他的演出。你说的对，那你可得看好了，不然一个不留神，你亲爱的男神宋文就被我勾走了，你可怎么活呀？你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你也不能没有让你以为傲的男人。听了我这么说，他就更加确信我还抱有勾引宋文的心思，我会把宋文看得牢牢的，你不会有那个机会去钻我们的空子的。我看着刘雪逐渐扭曲的表情，那可不一定，你又不能随时跟着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时间找我呢？对，我得时刻跟着宋文，我不能让他去找你，我要监视他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。我再添一把火，这就对了，你要在他车里装跟踪器，还要在他的手机里装窃听器，这样你才能实时掌握宋文的动向，你不能松懈，不然宋文就背着你去别的女人的被窝里了。刘雪抓着头发，对，我要去买跟踪器，还要给他装窃听器，我不能让他跟别的狐狸已经鬼混，他的身边只能有我一个。宋文也算是天道好门毁了。这几个月，我和贺连卓都在关注着秦家和宋文公司的动向，然而关注这件事的人不止我们 ，A 市的几个家族眼看着秦家踩到自己头上，怎么可能坐视不理？于是宋文公司就成为了那几个家族率先断掉的臂膀，把出萝卜带出泥，只要开了一个小口，剩下的都是顺其自然罢了。最开始，警察只是查到宋文公司偷税漏税，警界又接到举报说他公司从事金融诈骗，在这项罪名还没核实的时候，又被举报说是可能存在运输毒品、洗钱等罪。秦家不愧是在商场纵横多年的老手，他和宋文犯罪证据都被清理得很干净。就在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，刘雪挺着肚子报警说自己遭受了家暴。
在刘学把监控的监控视频和音频交给警察时，宋文的罪名终于被坐实了。宋文可能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栽在自己女人的手里吧。刘学在孕激素和长期的精神恍惚的作用下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我只不过是让他身边的人告诉他，警察会帮你惩罚出轨的老公，保证他下次再也不会犯了。刘血就拿着证据，亲手把宋文送进监狱，可能现在她还在等待自己老公能改邪归正，这辈子只爱自己一个人呢。审判宋文的时候，我坐在旁听席上，那个男人即使到现在都不肯低头，永远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他长满胡茬的脸上，还有几道还没完全愈合的抓痕，脑袋侧边的头发有一块是秃的，还带有血架，脖子上还有一个很深的牙印。如果再用力一点，那块肉说不定就不存在了。宋文坐在被告席上，余光看到我，眼睛里都是怨毒，好像他是在被迫替我顶罪一样。后来监狱督打电话说宋文不肯配合调查，除非让他见我一面，赫连着开车陪我一起，但是我没让他进去，我一个人去见了宋文。他的眼睛枯黄，长满了红血丝，看起来就像地狱归来的恶鬼。看到我这样，你解气吗？如果当初你愿意帮我，我一定就会是另一种人生。另一种人生是哪种？趴在我身上吸血，然后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吗？他抬起眼睛看着我，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。洛离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只不过比我多了一个有能耐的爹爸爸，我一点都不比你差。我在学校里样样都比你好，而你只是个会撒娇的蠢女人。除了做那些倒胃口的饭，你还有什么用？洛氏公司在我手里，不但没有衰落，反而越来越好，这都是我的功劳。而你只不过比我幸运，你有个好家世，所以才能样样胜我一头。我没有输给你，上辈子没有，这辈子也没有。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坐在被告席上的宋文，还有那个怨毒的眼神，原来那时候他就重生了。或许老天都觉得我可怜，让我再次遇到自己的仇人。哈哈，你也有今天，宋文，这都是你该的。就算你仗着我洛家非常之头变疯狂，你也改变不了自己是职业鸡的本质。不仅家世比不上我，你样样都不如我，老天都看你不顺眼，让我亲眼看着你跟人渣受到制裁。你就是那阴沟里的臭虫，永远不配活在阳光下。我狠狠出了口恶气，也不管宋文的咆哮和嘴里说出的肮脏话语，打开门走了出去。赫连卓把我揉在怀里，怎么还哭了？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骂回来。我紧紧地抱着他，阳光洒到我身上，把我从上辈子阴冷的回忆中带回了现实。后来秦风的案子也结了，宋文参与多项罪名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刘学整本人则是疯疯癫癫的，最后被社区送到了精神病院。他在精神病院生了孩子，由于他完全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，孩子就被送去了福利院。1年后，我和赫连卓结婚了。结婚的那天晚上，赫连卓还要给我做饭，这次我真的学会了。你要相信你老公，我为了这顿饭，上周末特意去请教的5星级大厨。想起1年前他给我做的那碗面，我也不好开口打击他的热情。再给你一次抓住我，为了机会，要好好表现啊！看我的吧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还是不大放心，又不好直接说出口，就哄他说他做饭的样子最帅了。我想看，他才允许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他不太熟练的拿刀切菜，我的心都跟着提起来了。然后就是炒菜，锅铲还没拿明白就想颠勺，差点把菜都甩到地上。一顿饭做的是心惊肉跳，我紧张的全身筋肉都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准备随时救场。还好一切都安然无恙，这次虽然味道还是一般般，但最起码能吃了，这也算是不小的进步。我毫不吝啬的夸奖他，不错不错，这次进步很大，再练2年，你就是下一个5星级的贺大厨。对于我的称赞，赫连卓很是受用，早知道上次我就再练几天再给你做饭了，想在你面前好好表现一下的，结果丢脸丢大发了。我笑道，可不是，你那脸还是我去1里地外捡回来的，哈哈。赫连卓王，我碗里放了一个虾仁，黑历史标题。1年后，我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，赫连卓每天最喜欢做的事，除了黏着我，就是抱着我们的女儿，有时候他公司不是很忙，都会带着女儿去公司炫耀。一般这个时候，他就会在女儿的衣柜里找出各种风格的衣服给孩子试，直到试到满意的那一身，女儿也很配合他，父女俩个弯气进暖暖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，平淡而幸福。我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祝愿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能身体健康，万事顺遂，全文完结。